欢迎来到米塔世界。我们今天会去哪里？今天很简单，就是放松，享受从青森搭列车到秋田的过程，也就是列车之旅了。没错，我们今天所搭的列车，在日本是被票选为一生必须搭一次的列车，名叫白神号。此外，还有东北最美5能线之称哦。那么这趟旅程算是列车迷必访的了。没错，也因此车票会比平常所搭乘的列车还要难买到。所幸我们是天选之人。那我必须要拍多点照片了，这样才不枉费这趟列车之旅。我们上车吧。好的。我来看看我们坐在哪一个车厢和位子。找到了，在这里。我们这是独占包厢吗？目前是，除非途中有其他乘客买了和我们同包厢席。如果没人买和我们同包厢席，那我们就太幸运了。而且这辆列车好特别，居然有包厢席。没错，包厢席比一般的列席更难买，而且价格也稍高一些。不就只是需要提早预定吗？怎么会比较难买呢？相比能在网上预定的列席，包厢席是需要到緑の窓口绿色窗口购买的。所以除了提早，也要本人或寄托在日本的亲戚朋友才能够订购。毕竟白神号是全指定席列车。这么说，乘坐这列车除了需要一般搭乘的乘车券，也要另购一张指定席券。没错。前几天购买指定席券时，还真怕已经没有座位了，但还好还是买到了。如果没买到，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要站着拍摄这趟旅程了？那也不行，因为白神号列车不像新干线有自由席，而是全指定席的。还有，其实我们坐白神号时只是买了包厢的指定席位。那我们的乘车券呢？由于白神号是普通速度列车，俗称普通列车，再加上青春18切符是可以用在于所有的普通列车的优惠券，所以我们可以使用青春18切符作为乘车券，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那如果没有青春18切符，是不是需要购买乘车券和指定席券？没错，两者皆要购买。乘车券是用来乘车用的，而指定席券是来指定自己想要的座位用的。你知道吗？这辆白神号其实是有3种不同设计风格。我们做的这一款名叫青池，是以白神山里最受欢迎的12湖青池为设计灵感以及命名。第2款名为魔，是以白神山里名为山毛榉林为设计灵感以及命名。最后一款名叫啄木鸟，是以白神山里栖息的啄木鸟与沉落在日本海的夕阳为设计灵感以及命名。为什么都是以白神山为设计灵感呢？那是因为现在行驶的这条5能线的中途是可以下车到白神山参观的，而且白神山在1993年12月被登录为世界遗产。据说里面有很多个湖，而最著名的就是青池，湖泊呈现的颜色是蓝色的，非常之特别。我们会下站去观看吗？不会，考虑到安全性，在冬天是禁止通行的。好吧，虽然有点失望，不过还是安全最重要。没错，而且去白神山是需要花费1天甚至2天的时间游玩，这次就先跳过，等下一次我们再到那边游玩吧。对了，在车里也会有表演可以看哦。可惜的是，我们乘车的日期碰巧没有表演。有点可惜，不过能坐上这个白神号列车游5能线的风景也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在车里面也能表演，会是什么表演啊？有3个表演，分别是传统的金青金玉斗木偶戏、金青方言、示范、金青3位线现场表演，会在其中之一的车厢里表演，而且列车里内的荧幕也会同步播放。这样很棒，就算不用去到表演里的车厢，也都还是可以欣赏到表演。你知道吗？这辆白神号列车除了让我们观看沿途的海景以及风景以外，
还能让我们在人间稀少又漂亮的海边，提供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下车拍照和探索。真的吗？会在哪一站呢？就是现在我们到的这一站，名叫千叠夫站。这个海边的风景有着1000张叠起来的榻榻米之称而闻名，而且也是被列入日本明夕阳百选里看夕阳最漂亮的地方哦。可惜我们乘搭的时间碰不上夕阳出现的时间。是啊，有点可惜呀。离开了千叠夫站后，我们来到了深浦站，这里小停几分钟。这里也是日本明夕阳百选之一的地方。这一站虽然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但我捕捉到了魔。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它呢？这个能代站虽然看过去平平无奇，但是却是篮球迷们必会来访的地方，因为是《灌篮高手》里的大魔头王者山王公高队的故乡。在现实生活中真有其队。井上雄彦笔下的山王高工原型是取自于秋田的能代高工队，山王高工队的主将是北荣治也真有其人，正是被日媒称为日本乔丹的田沃永泰，他是作为日本球员杀进 NBA 的第一人。过后我们来到了东能代站，是武能线的起点站，地铁会在这里停留5分钟。在这一站，我赶紧的下站去拿了盖章回来做纪念。最后我们抵达到秋田啦。这趟武能线之旅就在此画下句点。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但旅途还会再继续。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按赞、按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了。